为什么这一家4口会结伴轻生呢？而且在这场悲剧中，唯一幸存下来的母亲竟然在4年后被判处了死刑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，能让他们狠心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共赴黄泉？那么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一起发生在4年前的悲剧。2020年4月26号，山东有个叫孙乐舒的女子，她和她的丈夫孙振涛带着2个8岁的双胞胎女儿一块服药自杀了。过了2天，他们被人发现了，经过抢救，最后只有母亲孙乐舒活了下来。案发差不多1年的时候，孙振涛的母亲又自杀身亡了。旧的仇恨还没有解开，这又添上了新的仇恨。2家人在法庭上展开了一场拉锯战。孙乐舒的家人尝试花钱来保住他的性命，可孙振涛的家人却没有出具谅解书。这对夫妻的亲人互相指责，都觉得对方要为这场悲剧负责。孙振涛和孙乐舒的相识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在外人眼里，他俩曾经是一对幸福的伴侣，他们邂逅于一场浪漫的婚礼。那是2010年，2人都去参加村里的一场婚礼。当时22岁的孙振涛遇见了20岁的孙乐舒。孙乐舒皮肤白皙，长得也特别好看，孙振涛几乎是一眼就喜欢上她了。谁能想到平日里内向腼腆的孙振涛会对孙乐舒展开那么猛烈的追求？他天天开车接送孙乐舒上下班，还给她送饭。孙乐舒的家里人都夸孙振涛是个靠谱的对象。2人谈了1年的恋爱后，在家人的祝福下顺利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说起来，他们俩也算是门当户对，经历也差不多。2个人都是初中还没毕业就去了附近的工厂打工，但年纪轻轻就选择结婚，往往很难承受婚姻带来的各种经济压力。毕竟婚姻可不是只有风花雪月，更多的还是柴米油盐。随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出生，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的喜悦，可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经济压力。1个人挣钱，4个人花销，一罐奶粉就得300-400块钱，2个孩子的奶粉就得成箱的买。孙乐舒自己虽然没读过多少书，但他想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。到了读书的年纪，他把孩子送到了私立双语学校，单学费1年就得花1.6万。孙振涛虽说在无纺布厂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可要用来维持整个家庭的开销，明显有些相形见绌。孙乐舒结婚后就在家里带孩子，也尝试着开过网店，不过收益很一般，挣的钱没有花得多，孙乐舒只能依靠娘家接济，他的社保都是他的母亲在帮他缴。一直到案发前，孙乐舒的母亲陆陆续续给了他差不多10万块钱。孙振涛也时不时的找人借钱，他甚至还开口跟小舅子借钱，最近的2笔分别是5000块和1000块。家庭的生活压力显而易见，可他们却忙着指责对方，认为这段婚姻的不幸都是对方的错。孙振涛平常就喜欢上网，他常常翘班去网吧，次数多了就被孙乐舒的亲戚撞见过几次。本来日子就挺艰难的，孙乐舒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，可孙振涛却不思进取，不务正业。这样慢慢的，孙乐舒的家人就逐渐对这个女婿有了不满的情绪。但孙振涛的家人却说是孙乐舒花钱太过大手大脚，不会持家过日子，还说自从她嫁进这个家里来，家都不像个家了。实际上在婚姻当中总归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如果有外人过多的掺和进来，还非得分出个是非对错，你输我赢，那基本上日子也算是过到头了。争吵越来越多，婚姻里的裂痕也变得越来越大，相互看着都厌烦的2个人干脆就分居了。分居之后没多久，他们好像心里还装着对方。听到孙乐舒跟身边的男子传出绯闻，孙振涛心里特别窝火，可孙乐舒也在孙振涛的口袋里发现过避孕套。2人不停的争吵，家里被闹得鸡飞狗跳。绝望的时候，孙乐舒一度想要带着2个孩子离婚，但身边的人都劝他，一旦离了婚，抚养2个孩子的压力就得他一个人来扛，村里那些流言蜚语也会把他淹没。孙乐舒的母亲也劝女儿，女婿就算再不好，那也能分担一部分责任。如果真的离了婚，孙乐舒一个人带着孩子会被累死的。生活的压力把2人压得都快喘不过气了，留下也不是，离开也不行，也不知道是一时的冲动呢，还是孙乐舒早就经过了深思熟虑。在20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，孙乐舒对孙振涛说了一句：真是活够了，一起死了算了。行啊，或许是2人都已经厌倦了这个世界。孙振涛的回答出人意料，2人居然在这件事上达成了一致，还有商有量的决定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共赴黄泉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两人的计划是烧炭，孙乐书还在网上搜索了烧炭自杀怎么能100%成功。2020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，两个人分工很明确，孙振涛把煤炭准备好，孙乐书把煤炉点燃，然后搬进卧室，关好门窗，和两个女儿一起躺在床上，可能还有所留恋，也可能是心里有些恐惧。孙振涛半夜起来，悄悄地把炭炉搬到门外。本来去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，应该更加珍惜生命，可他们并没有打消这个念头。孙乐书还考虑过先吃头孢，然后再喝酒，不过酒和药的比例不好计算，所以这个计划想想也就算了。忽然之间，孙乐书想起上一年春节的时候，他母亲曾经吞服过一种药品自杀，接着他就陆续买了20瓶，这是一种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处方药。他在网上找人开了一张互联网医院的处方，分3次在网上买了20瓶。这种药要是过量摄入的话，会导致意识出现障碍，甚至会昏迷。它能让人的心跳变得混乱，一段时间后，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。2020年4月26号晚上6点，一家人坐到一块儿吃了最后一顿晚餐。饭后，孙乐书把事先准备好的2杯香芋味奶茶拿了出来，奶茶里混合着捣碎的药片。两个女儿什么都没说，开开心心就喝下去了。孙振涛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随后这夫妻俩也依次服下了药物。孙乐书躺在2个孩子中间，一只手搂着一个孩子，心里想着我们3个人要死在一起。2天后的早上7、8点钟，孙乐书的父亲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，说是2个孩子已经接连2天没上网课了，孩子的家长也联系不上。他走进女婿家的院子里，心里琢磨着是不是他们都还在睡懒觉。等他推开卧室门的时候，就看到2个大人趴在地上，2个孩子躺在床上。经过一番抢救，最后只有孙乐书一人活了下来。躺在 ICU 的孙乐书接受了警方的询问，在这次口供里，他承认药是他买的，也是他亲手拿给孩子的。然而在4个月后，孙乐书在接受检察院询问时，突然就翻供了。他说烧炭的炉子是丈夫搬的，这次服药也是丈夫的主意，包括给孩子奶茶也是丈夫主动拿的。检方问他为什么和之前的口供不一样，他回答说自己当时一心求死，所以就把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他想到自己还有父母，所以就想着把实际情况给说出来。这突然的翻供导致一审认为孙乐书是在逃避责任，并不是真诚的悔罪。公诉机关建议依法对孙乐书判处死刑，并且要从严处罚。在法庭上，孙乐书说自己不会上诉，可过了5天后，他在看守所里亲手写了一份上诉状，表示不能接受孙振涛的姐姐成为被害者家属。他指出，要是没有他，就不会有这一切。原来啊，孙乐书和大姑姐在2015年的时候就结下了仇怨。那时候孙振涛家有5、6亩荒地，孙乐书觉得大姑姐都已经出嫁了，那块地就应该归孙振涛和他们的2个孩子。但是她婆婆和大姑姐却不这么想，就因为这块地，2家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关系也闹得特别僵。这次事件，大姑姐认为都是孙乐书的错，她宁可放弃民事赔偿，也要让孙乐书受到严惩。可孙乐书却表示没办法接受大姑姐成为受害者家属，并且将以往的仇怨硬是扯到这桩案子上，这也彻底激怒了大姑姐。假如她获得被害者家属的谅解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娘家人也在四处奔走，想着为她拿钱换命。可悲剧的是，在案发的1年后，孙振涛的母亲因为承受不住这个打击，也服毒自杀了。孙振涛一家只剩下他姐姐，他们家因为这次事件彻底家破人亡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孙乐书的死刑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。2审判决中认定，孙乐书因消极掩饰，故意非法剥夺2个亲生女儿的生命，并为丈夫提供自杀的药物，导致3人死亡，罪行极其严重。在2审期间，虽然得到娘家人的谅解，但他没有得到被害人近亲属，也就是大姑姐的谅解。他的上诉理由还有辩护意见都不成立，最终2审维持了原判。在这起案件中，最无辜的就是2个年幼的孩子，他们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孙乐书自私的行为最终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，他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而这一切又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。难道仅仅因为一时的情绪和矛盾就可以剥夺别人，甚至是孩子的生命吗？